我最近在家琢磨千層蛋糕到底能不能做1000层。我找了個教程，一頓神算，發現只要廚房舉架夠高，這事兒沒啥難。但是當我幹上之後，我發現我少算了一個變量，就是能力。我看那老師1分鐘能烙好幾張餅，但我們2分鐘只能烙出3張餅。那麼也就是說，不吃不喝不尿尿，光烙餅皮就得30個小時，要全做完就得50個小時不合眼。那還吃啥蛋糕啊？那不他媽直接吃席了嗎？後來就決定幹到明天早上新突突，看看到底能幹出多少層。完幹的着急，就決定不夾餡了。我們給榴蓮都吃了，好家伙，第3天打嗝還反味呢。然後分了2個轉台抹奶油，寻最後再合一起，這樣能快點。他倆幹的吧，還像那麼回事，但我倆幹這個怎麼看怎麼跟小胖連線啊。這也就是自己家吃，這要出去賣去，別說給錢了，都能給我2個大逼斗。後來我倆實在不招人待見，就打奶油去了，打了一宿，越打越上頭，早上胳膊都不一邊粗了。当時直播間還有人計時呢，打一盒奶油大概3-4分鐘，我弟都看懵了。他說別人打奶油用的都是大臂发力，咱家不是啊，咱家全靠2臂。完幹到2天，我們同學扛不住了，他還挺养生，帶了好几瓶小鲜炖的鲜炖燕窝。这個燕窝都是下单鲜炖，每周冷鲜配送的，而且沒有任何添加劑，配料只有燕窩、冰糖和水，保質期只有15天。撈絲特別濃稠，我有幸嘗了一口，口感和新鮮度都非常好。總熬夜看驢的姑娘可以多備點。然後他走了，我們又幹了4-5個小時，幹到早上8點多，真幹不動了，就感覺已經形成質量守恆了。這個蛋糕每增加1層啊，可能對應着我們的壽命就要減少1年了。最後這倆加起來也就將近400層，幹了20個小時才幹這麼高。我最開始卻還考慮過舉架不夠怎麼辦，我可真幽默。我對這個世界最後的善意就是沒把他倆合起來。這玩意兒你說不切開，誰能分清它是地雷還是千層？不過我算了一下，要準備的好，2天1宿是完全有可能幹出一個真正的千層蛋糕的。我打算緩1個月再挑戰一次，但最近肯定是不可能了。這點玩意兒打包了30多盒，我們吃了2天。第3天這個奶油味和榴蓮味一起反上來的，我太讓人沉醉了。我最近打算重啟一下2.75年前那個挑戰，就是千層蛋糕到底能不能做成1000層。根據我們當年的計算，2天1宿是完全有可能幹出來的，但是難度就在於2天1宿也是完成這個事兒的最大時間限度。也就是說，不管幹到多晚，第1天我們必須得攤出1000張餅來，這是團長下的死命令。我的這個強度實在是太死亡了，那幹到後半夜的時候人都木了。我當時是抬頭看了一眼凌晨3點的鐘表，又低頭看了首流水線上的老嫂。當時我就一個感覺啊，我說回來了，全都回来了。等打奶油抹蛋糕的时候，我們同步開了3組生產線，這已經是我們廠能開出的最大效率，但是依然是杯水車薪，3小時才抹了100多層。好在呀，當時開了會兒直播，我有個幹黃4個甜品店的朋友看着了，他就給我發了個私信，他說你們要是心不髒的話，其實可以試試用手抹。完，正等我們琢磨他這招好不好使的時候，手機開始叮咣響，一看原來是微信提醒開獎了。前2天朋友微信給我發了個抽獎鏈接，是拼多多官方為了回饋用戶對百億補貼和萬人團活動的支持，真金白銀做的補貼，入口就在我視頻評論區置頂鏈接裡，反正也不花錢，大家可以點進去試試看，點擊鏈接就能參與。後來我們戴手套試了一下，他這辦法確實挺好用，那抹的是又快又勻，快到我這1桶奶油還沒打發呢，上1桶就已經抹完了。而且這個方法完全可以說是神之一筆，真的，要是沒有他呀，我弟那倆眼珠子今天肯定是因為抹蛋糕扔这儿了。抹完了1000層之後，我们遇到的問題就是怎麼把這幾個碟摞起來。當時想了很多辦法，最後還是感覺用手穩一點。前面摞300層的時候一直很順利，但是摞到第500層的時候，它就開始栽歪了。然後我們用筷子矯正了一下，摞到600層的時候依然很穩固，但是到第800層的時候天徹底塌了，就是它已經沒法保持平衡了，而且由於太重了，下面的都有被擠碎的了。最後200層摞的時候就純靠人把着了，甚至感覺一喘氣就要塌。後來量了一下，一共是75厘米高，其實正常應該是在90到100厘米之間。這蛋糕切開還是挺好看的，那比較遺憾的是它沒有完整切面，只有分段切面。做完這個蛋糕那天正好趕上我過生日，他媽摟個這麼大個蛋糕吃，這生日過得可實在是太精彩了。你吹你媽呀！我奶呀87了，從來沒吃過蛋堡。完了，他還洗命，他覺得外面那種小攤的肉不好。我乾脆買個機器，我說咱回家自己做。但我也沒做過這玩意兒。我努力的回想了一下我在夜市上吃的這些師傅，做的不行。後來終於讓我想起來了，我有個前女友在夜市吃腰子，從來不加糖。你說這個
那他氣不氣人？完我研究了一下，這玩意兒就3步：把雞蛋整熟，把肉餡整熟，把糊倒下去，給他們都整熟，勤刷點油，把那皮兒烤脆了就完事兒了。然後最重要的是要刷多多的醬，再撒上孜然和芝麻，你就吃去吧。你這邊在那吃，那邊枪斃你2大爺，你都不心疼。我爺我奶一人空口吃俩，完我奶讓我再烙一鍋，明天早上吃。但沒肉餡了，我說我下樓買點，我奶顫顫巍巍的就過來了，說沒有就別往外折騰了。奶這正好有一盤肘子，你看能不能湊合湊合？這肘子放的確實比肉餡香，一共就烤仨，出鍋就讓我奶说半貴了。完我把大家剩的米飯做成烤飯團了。我弟說這個熱量爆炸呀，這得運動運動再吃。他拿那華為電子表設了一個1000米的燃脂跑，這表是前兩天我倆趁得物活動買的，打完折才500多塊錢。經典的外星人表盤，還有好多運动功能。這2天正好有官方的限时補貼活動，除了數碼產品，衣服鞋都打折。點評論區鏈接或者上得物搜126962就行。完我弟跑了沒有200米就癱沙發上了，熱量還沒爆炸呢，心率先爆炸了。然後我算了一下，我這個蛋堡的成本大概是1塊5。要是夏天能出夜市的話，我打算咬咬牙狠心賣3塊。完臨走之前，給我爺我奶明天飯也安排出來了。早上喝粥吃土豆絲煎蛋，中午喝粥吃紅豆餅和韭菜盒子，晚上喝粥吃他那肘子蛋堡和玉米烙。我奶說你不行，你買俩花卷上來吧。你爺不能一天光喝粥啊，那也吃不飽啊。哎呦我操！前2天回村裡串門去了，這下雪之後的村子可太渴了，就真的感覺山上的空氣和城市是不一樣的。我甚至感覺這个空氣是清甜的，而且山上的雪都是亮晶晶的。我踩的這個地方是山上雪最淺的地方。其實今年雪小，往年雪大的時候跳上去基本就看不着腰子了。要是願意發呆，就趁有太陽時候躺雪裡，啥也不想，就聽風聲，賊舒服。但下山的時候我們開錯道了，找了個老鄉問路，老鄉還挺熱情，他說你們要不着忙就在我家待會兒。我家那倆羊幹起來了，你們猜猜誰贏面大？完看看今天我這幾個姨都給做啥好吃的了啊！這一鍋是乾烤的羊排和苞米，這鍋上面蒸點白肉，下面這是我最願意吃的小笨雞燉土豆乾。這土豆乾梗梗啾啾的，可有嚼頭了。這還有一條乾烤的大魚，我老姨夫做了個純農村菜，炸黃豆芽，這玩意兒越嚼越香，比土豆乾還香。然後我來我姨姥爺店裡吃肘子，我昨晚上現給燉的，今天連鍋給端來了。然後買了2隻龍蝦，這過年紅彤彤的，老頭看着多喜慶。我們呢是早上一起上的車，開了不到3個小時，我發現這家伙比我能憋尿啊。我二姨還整不少野菜，我都不認識啥。他說一共20來個菜呢，你們要餓了先出去喝點西北風去。完我們哥仨上車幹遊戲去了。這遊戲陳小春代言的，上來直接100級，開局就1把刀，裝備無限合成，3天就能幹出火龍套。完動不動就100倍暴擊，又爽又解壓。要玩好了賣裝備還能整點呢，點擊左下角就能玩，無聊的時候可以幹一下。完飯好了我們就趕緊回來了。我一瞅這桌子上19個菜啊，我說二姨你不說20多個嗎？要不說我跟我二姨好呢，人一句話就給我講明白了。他說你們願意吃就吃，不願意吃趕緊給我滾。反正這一桌子除了那點魚和蝦，剩下什麼肉啊菜啊都是自己家養的。這毛蔥炒雞蛋也好吃，我吃2碗飯。不知道為啥他要種着毛蔥吃着發甜。我再強推一下這個炸黃豆芽啊，真的賊香，這一盤都讓我吃了。後來酒過3巡，我小哥性情了，他說喝飲料沒感情，但開車了沒辦法，給大家乾一碗肘子湯。咱說心裡話，我小哥這人能住啊，有湯他媽真喝呀。我頭2天回屯子殺豬去了，帶了2個人和200來個塑料袋，就為了給我奶順個肘子。但是肘子掏完了不敢往前院去啊，就藏後院雪地裡了。完了我們還有模有樣的混淆了一下現場，但是玩雪玩的實在是太高興了，我一抬頭根本他媽分不清哪個裡有肘子。我們回來時候大夥已經開始炒菜了。完我看我3大爺那屋直冒煙，我尋思我3大爺着了呢，我趕緊拿着手機就過去了。完了發現我3大爺在那燉肉呢。我讓3大爺踹出來之後上北屋鬧小雞去了，但我啥調料都找不着，我二大娘給我撵車庫去了。我一看車庫藏着一位高人呢，我這遠房老弟翻2下勺給我看直眼了。我心說我大爺這不是喊我來吃席，這是喊我來學習呀。後來我把坐着沒事都喊來了，我說來老弟你做菜我開班，咱倆狠狠掏他們一筆。來吧吃香香了，我得趕緊找地方做了，要不等會兒他媽塑料袋白帶了。為了能吃着更多的好吃的，我特意跟我弟分開做的，這也屬於是優化資源配置了。完我姐在旁邊扒拉我說別賣單了，那幫老小都在那喝酒呢，趕緊轉桌吃血腸啊。我跟你說全村他媽最有心眼的就是他告訴我那酸菜五花肉大腸啥的你打包回去第2天熱才香呢，你今天這頓你就吃血腸和血豆腐。咱說好在東北殺豬菜管吃管甜，要不這一桌人第2天醒酒之後可能都以為我大爺家殺豬根本就沒灌血腸。上屯裡吃席你記我一個口訣，叫先找鍋再上桌，你看住了大鍋不怕坐錯桌。你就像我似的盛碗飯就蹲酸菜鍋着吃，你跟他們喝個嘚兒啊，你社交恐懼症。
我本來吃完這碗飯就要走了，我大爺告訴我晚點走，讓我拿點殺豬的伴手禮。我一看肘子、排骨還有肉，我們30來斤，我都不好意思了。完，我確定沒有啥再能順走的之後，我說大爺，我掏心窩子跟你說句話吧，你家後院那塊地來年你好好翻一翻，別問為啥，問就是整好了能出一棵肘子樹。前兩天我們同學上我家看足球，但看比賽抻的時間長啊，完就把家裡所有能一直熱着的鍋全掏出來了。先来一個潮汕火鍋，熬的牛骨湯当湯底兒。我們同學看着大骨髓就上頭了，他說我比劃，等我是管吸還是嘴吸？涮的就是肉丸玉螺，沙茶蘸料是前账給的配方，和潮汕火鍋店的味兒是一模一樣的。我發现這老小有點東西，花活不少，還有老鴇。還來了一鍋泥鍋涮串，毛肚啊、青菜啊一樣穿了點，這個泡椒牛肉是最爽。整根泡椒穿的，一咬滋一下。我看我弟穿贡菜的手法还挺熟練，一看就是当年没少給人織毛衣。本來還想使砂鍋涮來着，但串太長了，就又把養生壺掏出來了。我家這壺啊，除了燒水，別的事他全幹了。完那邊開始踢，我們也開始吃了。先烤的鵝肝，這個吃了開胃。我弟見這玩意兒就跟吃冤種似的，這鵝肝左邊這邊全讓他吃了，當場扣聽啊，直接洗漱去了。我說咱不能這麼吃啊，得搭配點健康的呀。整2瓶這個冬季限定的 AMX 丹東草莓酸奶，這都是丹東原產地直採的草莓，草莓味老濃了。这來這麼一頓火鍋烤肉，再配上草莓酸奶，這感覺太得勁了。然後借着鍋把戰斧和牛也烤了。我本來尋思這麼多肉，這玩意兒吃不了幾口，但是後來發現是我多慮了，看看給骨頭啃的，這扔大道上野狗看見都得罵骂咧咧走。然後這個涮串啊，我們今天找到了精髓，就是口味啊可以隨喜，但是鍋底和蘸料一定要有特別多的花生碎，尤其毛肚啊，裹滿蘸料可香了。我們今天還整明白一個事兒，就是真球迷往沙發上一窩，給一把瓜子就夠了。你等我們這種偽球迷啊，整3鍋沒夠，吃的比人踢的時間都長。完臨了他們又出去買雞架去了。